惊悚片能拿票房冠军吗？能。2016年，一部电影刷新了韩国 NC15的票房纪录，它就是《哭声》。韩国古城一个偏僻的山村接连发生几桩灭门惨案，现场一个比一个惨。第一桩，凶手浑身脓疮，法医判断是吃了毒蘑菇后陷入癫狂。可警察胖爷却发现，现场门框上摆着骷髅般的金鱼草，房里摆成鸟巢状圈着死乌鸦，周围还系着一圈蜡烛，这分明更像是什么邪恶仪式。同事说起一个传闻，村里猎人上山时，意外看到一个穿着兜裆布的日本老头在生吃鹿肉，猎人吓了个半死。自打这个来钓鱼的老本子进村之后，怪事儿就没停过。胖爷从来不信这些歪门邪道，可正说着呢，天上哗嚓一道惊雷，再一抬头，一个女人披头散发出现在门口，两人吓得屁滚尿流。可出门一看，人却不见了。一夜暴雨之后，第二桩命案来了。农妇家被人纵火，幸存的农妇跟疯了似的往亲人遗骸上扑，两个受害者彻底失控，对着胖爷一通生啃活吃。就在这时，胖爷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人，日本老头。很显然，对方也看到了他。回去后的胖爷越想越不对劲，疯了的农妇不就是昨晚门外的女人吗？胖爷立刻决定重新调查农妇。没想到一到村口，就看到农妇早已吊死。村里的传言越来越多，发小跟胖爷说自己亲眼看到农妇被日本人侵犯过。这老本子邪乎得很。从那之后，女人身上就开始长脓疮。回到现场，一个披着宽大外套的白衣女神志不清地朝胖子和同事扔石头，胖爷没搭理。可同事刚走，白衣女仿佛瞬间清醒，领他走进了现场，说自己亲眼看到日本人杀了这家人。可他下一秒又开始说胡话。胖爷立刻上报说找到了目击者，可一回头，人呢？胖爷摸到后门，腿都给吓软了。是日本老头，跟传闻中一样在生吃死鹿。日本人发现了胖爷，嘴角滴血，步步紧逼。胖爷滋哇乱叫的闭上了眼，可再睁眼时，居然是一场梦。而他又哪里会想到，就是这场梦让他掉进了不死不破的陷阱。胖爷让猎人带路去找日本人，山里竟然真有这么个地方，满地死鹿的骸骨腐肉，跟胖爷梦里的极其相似。猎人说什么也不肯往前走了。胖爷刚想坚持，突然天色大变，咵嚓一道闪电劈在猎人。两人十分内疚地送猎人去医院，正好遇到纵火案的幸存者，浑身脓疮跟丧尸似的，关节扭得嘎嘎响，然后脖子一啐，死透。当天晚上，胖爷女儿也被噩梦惊醒，跟那人一样，也是浑身抽搐，关节扭动。好不容易安静下来后，乖巧的女儿仿佛变了个人，从来不吃鱼的她，把冰箱里的鱼一股脑塞进嘴里。奶奶把胖爷拉到一边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了出来：“咱孩子这事中邪了。”胖爷不让奶奶请法师，扯淡吗？这不是？他拉着同事去调查日本人，同时带着辟邪的十字架不说，还请了个神父做翻译。到了山上一看，一间紧闭的木屋里供着羊头羊角，苍蝇嗡嗡乱飞，墙上还贴满了照片，居然全都是这些天的死者。更恐怖的是，同事在隔壁找到大量死者衣物。现在看来，日本人跟命案一定有关系。正说着呢，日本人回来了，像看死人一样看了他们几眼，又看了下墙上的死者照片，几个人立刻吓得魂飞魄散。同事被吓掉了魂。路上胖爷大声问他到底看到了什么，同事两眼无神，转过头来，递上来一只鞋，上面的名字居然是胖爷的女儿。胖爷立刻冲回家里，女儿已经睡着了。翻看日记，上面涂满了诡异涂鸦，其中一张烂脸让胖爷想到了死者们。没错，他们有一个共通点，浑身脓疮。胖爷迟疑着一看，完蛋，女儿的身上也开始长疮。这时女儿突然坐起，可这还是那个乖巧的女儿吗？胖爷被赶出家门，这才想起来刚刚女儿也说见过日本人。靠，这鬼子还真有问题。胖爷也顾不上害怕了，一大早再次上山。可昨天的照片和祭坛不翼而飞，日本人一问三不知。胖爷警告他离女儿远一点，他当场杀了日本人的狗，否则这条狗就是你的下场。胖爷这波确实刚，但你猜怎么着？报应来了。第二天门框上被挂了只开膛破肚的黑山羊，胖爷也跟鬼压床似的瘫了半边，家人送他去针灸。胖爷突然一愣，女儿呢？在邻居家呢。啥？这个节骨眼上还敢让邻居看孩子？胖爷强站起来，一瘸一拐来到邻居家。晚了，邻居已经倒在血泊里。胖爷勉强同意奶奶请一位姓黄的大仙儿来家里。黄大仙确实有两下子，随手一沾就发现大酱缸有问题。砸开一看，里面一指头酱都没有，满满一缸臭水，水里还泡着一只死乌鸦。黄大仙神情凝重，这脏东西破是能破，但过程极其凶险，你想好了再来找我。事到如今，胖爷哪还敢耽误？黄大仙换好兜裆布，开价1000万韩元。他说日本人的邪魔很会蛊惑人心，驱魔期间不管发生什么，绝对不能打断。胖爷点头如捣蒜，但他问黄大仙，日本人为什么偏偏要害他女儿？简单，钓鱼嘛。
자네 낚시할 적에 뭐 어떤 게 걸려 나올지 알고 한가? 驱魔开始，黄大仙布置了羊头狗血，鼓点越来越急，黄大仙也越来越癫狂。李屋的女儿表情痛苦，迷迷糊糊说看到一个白衣服的姐姐。驱魔最后一步，黄大仙把邪魔钉进代替女儿的木桩，每一锤下去，女儿都痛苦不堪。此时日本人也在山里用邪典仪式对抗，周围挂着4只黑鸡扑腾乱飞，随着钉子砸入，他一阵急火攻心，口吐鲜血，抹了鸡脖子放血都镇不住，仿佛2股力量在女儿体内斗法，每一处骨缝都像是被铁签硬凿。女儿用最后的神智苦苦哀求，胖爷看不下去了，打断黄大仙做法，把女儿送往医院。余烬的火光中，满脸血污的黄大仙转过脸来看向山里，而山里的日本人正蜷缩在毯子里，虚弱不堪。这时门外一道人影飘过，是白衣女。一觉醒来，第3桩命案发生，又是一起灭门惨案。司机杀了全家扔进水井，自己却不知所踪。他家中也有做法的痕迹。胖爷下定决心，杀了日本人一了百了。他纠集发小们带上家伙，有人还带了黑驴蹄子以防万一。可此时的日本人在干嘛？他已经下了山，静静的山谷中停着一辆卡车，驾驶室内坐着的是已经死透生蛆的司机。一具浑身脓疮的丧尸从竹林中走出，仔细一看，居然是死了的司机。几个人扑上去，钉耙夹铁锨，这才把丧尸拍成豆瓣酱。一行人没抓到日本人，垂头丧气的回家。半路上一道人影被撞飞，下车一看，哎，这不是日本人吗？几个人一不做二不休，把日本人扔下了悬崖。回家一看，女儿果然痊愈，但他们哪里知道，他们的行为被山顶上的白衣女看得一清二楚。远方的黄大仙也算了一卦，他看着院中的枯树。夜里，黄大仙来找胖爷，还没到家门口，突然2道鼻血飙出，门框里闪过一个人影，是白衣女，恶狠狠地说了句滚。黄大仙突然口吐白沫，惊慌失措地夺路而逃。回去的路上，无数飞蛾扑在车窗上，仿佛在阻止他回去。黄大仙想了一下，突然想通，立刻给胖爷打电话，说自己算错了，原来日本人不是恶魔，白衣女才是。그러면 일본 놈, 그놈은 그녀를 잡아 죽이려는 것이요. 黄大仙让胖爷赶紧去找女儿，还警告他，白衣女最擅长蛊惑人心，千万别被骗了。胖爷一看，女儿果然不见了，他满村子的找，正好撞见白衣女，可白衣女却说日本人才是恶魔。他已经在胖爷家布置好陷阱，只等恶魔落网，而现在绝对不能回家，否则下一个被灭门的就是胖爷。此时家里传来动静，胖爷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急得满头大汗。突然他看到地上女儿的发卡，电光石火间他猛然想到，白衣女每次出现穿的都是上一次死者们的衣服。胖爷再不听白衣女废话，直奔家门。可就在胖爷进门的一瞬间，门框上的金鱼草枯萎成骷髅，家人已经被害，满身是血的女儿就在门口，六亲不认地盯着胖爷。惨案再次发生，神父怀疑日本人还没死，从扔下他的悬崖一路找去，果然在山洞里找到了日本人。他想求一个真相，没想到日本人狞笑着拿出一台相机，头上生角，口吐獠牙，已全然是恶魔形象。天亮后，胖爷也死了。黄大仙拿出跟日本人同款的相机拍照，回去时不小心打翻盒子，散落一地的竟然是跟日本人祭坛上一模一样的死者们的照片。此时电影结束，哭声最大的悬念是日本人、黄大仙、白衣女究竟谁是好的，谁是坏的？先说答案，导演罗洪枕在采访中亲口承认，日本人和黄大仙是一伙的。他也在片中做过暗示，还记得吗？胖爷去找黄大仙时，黄大仙穿的是日式兜裆布，跟电影刚开始日本人的一模一样。毫无疑问，这俩人是坏的。日本人吸人精血，制造惨案。黄大仙看似驱魔，其实是在帮日本人寻找受害者，趁机敛财。한 돈천 들지 않겠어? 几个死者家布置的跟黄大仙驱魔是一模一样，就是明证。所以白衣女才是真正想要驱魔的好人。那场所谓的黄大仙和日本人斗法，其实是黄大仙和日本人联手在对抗白衣女。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你明白哭声其实是韩国近代史的隐喻的话，一切就更好理解了。故事发生地古城是罗洪枕的老家，这里曾经被日本殖民者残酷统治，当时居民普遍信奉天主教，所以电影中的几个人物，日本人象征暴虐的侵略者，黄大仙象征无耻的汉奸走狗，胖爷及其他受害者象征着铁蹄下的人民，白衣女则是无辜死者们冤魂的化身。这一点从他一直穿着死者的衣服也能看出。而惨死的神父象征着当时居民们无用的精神寄托，除了惊悚和烧脑，这才是哭声真正厉害的地方。